穿越斗罗，我成为了唐三的舅舅，一株10万年的蓝银王。可蓝银皇传承在阿银一脉，无法晋级蓝银皇的我转世为人，凝聚蓝银霸王枪武魂，并绑定好舅舅系统，和唐昊争夺唐三抚养权，获得奖励天命之子，阻止唐三拜师玉小刚，获得奖励第2武魂雷劫天眼。我拳打唐昊，脚踢玉小刚，并带着唐三走出一条属于强攻系武魂之路——圣魂村后山。唐三眼含热泪：“爸爸，连您也否定我，自己明明是先天满魂力，是顶尖的魂师苗子，在这个以强者为尊的世界，父亲为何要阻拦自己去学院修炼魂师？”唐三满心不解。此时一道冷冽声响穿透雨帘：“因为你没有觉醒出昊天锤武魂。”唐三瞬间浑身紧绷，高度警觉，无声袖剑已然握在手中，蓄势待发。谁？修长高挑男子自雨幕缓步走出，身高1.8米有余，面容俊美，高雅气质下暗藏凌厉杀机，看得唐三心中惊疑。你这暗器倒是精巧。银川淡淡开口：“倘若你打算伤害世上唯一与你血脉相连、真心待你的亲人，尽管动手。”唐三心底生出一股本能的血脉悸动，再结合对方的话语，心神大乱，下意识收起袖剑，迟疑发问：“你是何人？”“我问你，唐三，你的武魂是不是蓝银草？”银川沉声问道。唐三心头巨震，武魂觉醒之事属于绝密，可眼前这人身上的血脉亲和感太过真切，让他根本提不起敌意。“你怎么会知道？”“傻孩子，我是你舅舅，我们一族本源武魂便是蓝银草。”银川振臂一挥，3米长的蓝银霸王枪现身掌心，磅礴生机四散，雨中草地尽数附上一层翠蓝微光，长枪震颤一瞬，唐三右手的蓝银草武魂不受控制挣脱而出，枝叶青黄，满是血亲相逢的亲近。唐三如遭重击，袖剑哐当落地，愣在原地，大脑一片空白。舅舅，他实在难以相信，眼前气质高贵不凡的男子会和自己这个粗鄙铁匠之子有血缘关系。从小到大，他连母亲的踪迹都一无所知，从未听过还有一位舅舅。可武魂传递来的血脉羁绊真切无比，容不得他否认。银川上前抬手按在唐三头顶，温和轻叹：“看你这般瘦弱，唐昊那混账定是亏待了你。”温热魂力顺着掌心涌入，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席卷全身。唐三积压许久的委屈彻底崩溃，一把死死抱住银川，放声痛哭。银川轻轻拍抚他的后背，低声安抚，眼底却浮现独属于自己的系统面板。好舅舅系统，角色面板，姓名银川，种族10万年蓝银王化形人类，外表年龄12岁，武魂蓝银霸王枪，修为43级，魂技蓝银鼎力，草木皆兵，披坚执锐，蓝银霸王怒，阵营魂兽古月娜直系下属，道具地天逆鳞，遮蔽魂兽气息，主线任务与唐昊争夺唐三抚养权，奖励自然之子身份，兽位面与万物生灵眷顾。银川本身也是穿越者，本体乃是10万年蓝银王，他清楚阿银一脉的蓝银皇传承，若不化形，此生再无登顶皇者的机会，单纯魂兽苦修毫无出路。当下化形尚有一线生机，于是他凝聚蓝银霸王枪武魂，决意走出独属于自己的强攻霸王道。之后他寻得生灵之精，今万妖王引荐前往大凶之地，献给古月娜，借此获得信任，得以优先吸收天梦冰蚕。仅12岁外表，魂力便达到43级，地天赠予逆鳞帮他掩盖魂兽气息，地位凌驾大名，2名之上，算是星斗大森林在外的全权主事，生活安稳之际，好舅舅系统方才激活，要求他以舅舅身份照料外甥唐三完成任务，获取奖励。首个主线便是争夺唐三抚养权，银川这才记起姐姐阿银留下的孩子，专程赶来圣魂村，既是完成系统任务，也要为惨死的姐姐、受尽委屈的外甥讨回公道。唐三埋在银川身侧，不停啜泣，泪水浸透对方裤腿。前世数十年孤身漂泊，今生仅有酒鬼父亲相伴，他都格外珍惜这份亲情。如今遇上温柔护着自己的舅舅，心底坚固的伪装彻底碎裂，一直哭到脱力昏睡过去。银川轻叹一声，抱起唐三，循着微弱气息穿梭山林，抵达一处隐秘瀑布。他望着瀑布内那株纤细坚韧的蓝银草，低声自语：“姐姐，当年我便劝过你，人类世道险恶，你执意化形，我拦不住。今日我带你和唐三离开，唐昊负你，我绝不会再让你们受半分委屈。”他跨步冲进瀑布潭中，看着那株带着淡淡金色纹路的蓝银草，心绪万千。当年他尚且只是蓝银本体，便屡次劝阻阿银，哪怕等自己突破10万年一同化形也好。可阿银执意与唐昊相恋，最终献祭陨落，一切终究难逃宿命。蓝银草感知到银川与唐三的气息，枝叶舒展，满是欣喜，纤细藤蔓轻轻贴在昏睡的唐三身上。片刻后，唐三猛地惊醒，翻身弹起，紧张四顾，看清银川还在身侧，才松了口气。方才痛哭的一切并非幻觉，他真的拥有了至亲舅舅。比起唐昊，他能清晰感受到二者间更深切、紧密的血脉羁绊。这时，一股更为浓烈的怜心之感传来，源头正是面前那株弱小蓝银草。心底骤然传来尖锐刺痛，仿佛骨肉相连。唐三，母子连心，你应当已经有所察觉。银川声音沉重，这株蓝银草便是你的母亲，我的亲姐姐阿银。唐三脸色骤变，满眼难以置信，可血脉相连的感知清晰无误。我明白你一时难以接受。银川缓步走到蓝银草旁，我本体同样是蓝银，你身上流淌一半蓝银血脉。斗罗大陆10万年魂兽可退兽身化为人形，我与你母亲皆是如此。当年她化形与你父亲相爱，彼时我尚未化形，在你降生那一年，她遭人围杀陨落，但我们蓝银一族生生不息，她并未彻底消亡，化作草种重新生根。眼前这株便是重生后的她。唐三双目瞬间赤红，胸口剧烈起伏，瞬间明白了从小到大从未见过母亲的缘由。母亲与舅舅是10万年魂兽这件事，他转瞬便接纳，唯有母亲被害一事让他恨意翻涌，杀母之仇不共戴天。是谁害死了我母亲？唐三咬牙发问。多年我一直在追查，当年带队围剿阿银的是武魂殿前任教皇千寻疾，只是此人早已身死。唐三满眼猩红追问千寻疾埋骨之地，扬言要刨坟鞭尸泄愤，不必冲动，千寻疾死无全尸，连尸骨都不曾留下。银川一边小心刨开泥土，将阿银本体移栽进特制容器，一边搜寻存放阿银魂骨的木盒。你父亲身上第9枚魂环，便是你母亲献祭而来。唐三攥紧拳头，满心沉重，跟在
在银川身后追问接下来的去处，去找唐昊，为你母亲，也为你讨一份公道。银川语气冰冷刺骨，当年唐昊曾向他立下誓言，定会好好藏匿，守护阿银，最后却落得这般下场。二人赶回圣魂村铁匠铺，屋内早已空无一人，唐昊已然先行避开。唐三又惊又火，父亲平日里邋遢颓废，可母亲容貌绝美，这般家人委身唐昊实在不值。更让他难以释怀的是，自己乃是先天满魂力，唐昊却因蓝银草武魂禁止他修炼。如今知晓蓝银草是母亲本源，他绝不允许旁人轻视半分。银川手持蓝银霸王枪立在铺前，扬声怒吼，声音震彻整座村落。唐昊，你躲不住，立刻出来！你这个懦夫，当初千叮咛万嘱咐让你低调藏好阿银，你亲口向我保证会护她周全，如今这般结局，你给我出来解释清楚！霸王吼声扩散开来，全村村民尽数沉沉睡去。暗中躲藏的唐昊脸上满是羞愧，只能现身立于二人面前，垂头丧气。小川，对不起，是我没能护住阿银，没能听你的劝告。唐昊神色满是痛苦与愧疚，当初承诺掷地有声，最后却酿成惨剧，他自知错无可辩。银川怒火攻心，扬手狠狠一巴掌将唐昊扇倒跪地。唐昊脸颊瞬间红肿滚烫，满心愧疚之下，反倒任由对方发泄，低声道：“你尽管动手，是我亏欠阿银，打死我也心甘情愿。”一旁的唐三内心毫无阻拦，若是旁人动手伤唐昊，他定然拼死相护。可眼前是母亲的亲弟弟，从二人对话里他也清楚，唐昊才是间接害死母亲的元凶。从前他只能依靠唐昊，如今舅舅出现，是非对错一目了然。我打的便是你！银川再度扬手，数记耳光接连落在唐昊脸上。你明知蓝银一族生命力顽强，当初只要将阿银送回星斗大森林，他本有机会安然复生，可你却把他藏在不见天日的幽暗洞穴。若无他本身旺盛生机，早就彻底消亡。你究竟存了什么心思？唐昊捂着脸低声辩解。事发之后，他无颜面对银川。圣魂村周边已是他能找到最安全的藏身之处，心中虽想送阿银回归森林，却始终懦弱不敢直面银川。银川见状更是气恼，转而质问：暂且不提阿银，唐三是姐姐留在世间唯一的血脉，你又是如何待她？身形瘦弱远不及同龄孩童，你就是这般养育孩子？数记耳光再次落下，唐昊脑袋阵阵发懵，面色惨白，无言辩驳。唐三心底却一片温热，舅舅处处为自己出头，这才是真正家人的模样。我确实疏于照料唐三。唐昊低声认错，疏于照料暂且不论，唐三先天满魂力，你为何执意不许他修炼魂师？银川咬牙发问。原著中唐三本该双生武魂，如今却缺失昊天锤，若是任由唐昊阻拦修炼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唐昊长叹一声，修炼魂师只会重蹈我的覆辙，我只盼唐三能做个普通人，安稳度日。说得冠冕堂皇，倘若唐三觉醒的是昊天锤，你绝不会是这般态度。银川冷笑，你心底根本瞧不上蓝银草。既然如此，唐三由我带走抚养。唐昊张了张嘴，想要辩解自己并非轻视蓝银草，却无从开口。唐三已然没有昊天锤，仅有蓝银草武魂，他索性不再阻拦，只是暗自惋惜往后无人打理铁匠铺。唐三紧随银川身后，没有回头看唐昊一眼，心底满是崇敬与骄傲。能拥有这样强大温柔的舅舅，是他从未奢望过的幸事。你只需记住，你父亲所作所为亏欠我们母子二人。银川脚步一顿，拦住身后的唐三，先送你去魂师学院学习，等你熟知魂师世界的一切，我再把当年所有原委完整告诉你。话音落下，银川抬手探入唐三体内，魂力流转探查武魂，确认唐三身上仅有蓝银草单一武魂。寻常蓝银草乃是公认废武魂，哪怕是蓝银皇侧重生命辅助，强攻战力也有短板。银川自己都选择修炼杀伐强悍的蓝银霸王枪，单武魂蓝银草的前路实在艰难。系统提示：主线任务争夺唐三抚养权完成，奖励自然之子身份。全新主线任务开启，协助唐三二次觉醒武魂。选项一：觉醒蓝银皇，奖励蓝银领域。选项二：觉醒蓝银霸王枪，奖励雄霸领域。金发狮鳌专属领域，免疫高阶威压，附带嗜血狂化增幅。完成任务后，银川清晰感知到自然之子身份带来的巨大增益。身为自然之子，近乎永生，即便生死也会化作古树与位面共存，受天地庇护，无需承受魂兽化形后的雷劫。此前所有顾虑尽数消散，而雄霸领域更是让他心动。金发狮鳌凭此领域，万年修为便能抗衡40多万年的暗金恐爪熊，极致力量诱惑十足。唐三不必因蓝银草武魂低落。银川收起霸王枪，温声安抚：我们一族并非普通蓝银，乃是蓝银王族。你的武魂从不是废武魂，只是尚未展露真正力量。我能助你二次觉醒本源武魂。唐三眼中亮起光亮，激动应声：一切听从舅舅安排。我给你2种进化方向任选。银川召唤出蓝银霸王枪递到唐三手中，让他亲身感受2种武魂差距。其一为蓝银皇，是你母亲的本源武魂，擅长生命治愈，攻击手段薄弱。其二便是我手中的蓝银霸王枪，霸道凌厉，杀伐无双，极致强攻路线。唐三紧紧握住冰凉厚重的蓝银霸王枪，牙关一紧，沉声道：全凭舅舅做主。按理来说，唐三本该直接选择继承母亲蓝银皇，可蓝银皇偏向辅助，攻击力薄弱，让他十分纠结。不选蓝银皇，心中有不孝之感，可若是继承，自身力量不足，连母亲都护不住。思来想去，他把选择权交给了刚相认的舅舅银川。在唐三心里，银川远比唐昊可靠。他甚至暗自思索，若是当年唐昊愿意听舅舅劝告，母亲阿银根本不会陨落。银川听闻唐三要自己拿主意，当即敲定，那就蓝银霸王枪。你是男子，蓝银皇的道路并不适合你，我修炼蓝银霸王枪多年，能亲自指导你。唐三心中满是感动。从前他以为唐昊已经算是亲人，如今才明白舅舅才是真心待自己。忍着点。银川低喝，催动自身蓝银霸王枪，将武魂气息缓缓渡入唐三体内。蓝银霸王枪属于顶级器武魂，单纯爆发虽略逊
训昊天锤，可综合杀伤力丝毫不弱。倘若昊天锤没有大须弥锤炸环加持，未必能胜过这杆长枪。唐三掌心浮现一株细小蓝银草，在银川引导下泛出湛蓝光芒，不断延展变大，最终化作一柄缩小版蓝银霸王枪。这就是我的新武魂蓝银霸王枪。唐三紧紧握住长枪，心绪激荡。对比原本弱小的蓝银草，威风凌厉的霸王枪强出太多。武魂觉醒同时，唐三自身也完成脱胎换骨，瘦弱身形变得匀称饱满，黑发褪成与银川一致的湖蓝色长发，容貌愈发俊朗，眉眼间和银川有7分相似，气质优雅高贵。系统提示同步响起，主线任务帮助唐三觉醒蓝银霸王枪完成，奖励雄霸领域。下一主线开启，阻止唐三拜师玉小刚，奖励第二武魂雷劫天眼。看到第二武魂的奖励，银川心头一喜，雷劫天眼还是稀有本体武魂，价值极高。看看你现在的模样。银川取出一面镜子递给唐三，唐三接住镜面，看清镜中人时彻底怔住，自己长高变帅，蓝发蓝眸，一身高贵气韵，全然不是从前那副普通模样。他向来心性沉稳，却也难掩对崭新自身的喜爱。舅舅不仅赠予全新武魂，更重塑了他的身形样貌，等于给了他一次新生。唐三双膝重重跪地，对着银川连磕3个响头。舅父这称呼是何意？银川故作不解询问。唐三抬起头，眼眶通红，字字恳切：舅舅，您虽是我舅，可我心中待您如同生父。唐昊只是生我，从未尽过养育之责，是您赐予我新生，往后在我心里唯有您一位亲人。唐昊在与我无关。银川笑着将他扶起，掌心的温暖是唐三从未从唐昊身上感受过的安稳。起来吧，往后随我一同练枪，我一定好好练枪。唐三紧随银川身后，此刻银川与他兼具长辈、亲人、师傅3重身份，他满心满眼只剩这位舅舅。我们现在去哪？唐三小声问道。先为你获取第一魂环，之后返程安置你母亲。银川的话让唐三鼻尖发酸。圣魂村那间破败铁匠铺从来算不上家，有舅舅在的地方才是归宿。唐三，记住，蓝银霸王枪走一往无前的霸王道。你该见过魂师的魂环，每一枚都附带专属魂技，是魂师立足的根本。话音落下，4道魂环自银川脚下升腾。皇子相见，我是10万年魂兽转世，4枚魂环皆由自身凝聚，魂技实用性极强。第一魂技蓝银鼎力，增幅100%全属性，3倍力量。第二魂技草木皆兵，召唤12名低于自身5级的蓝银枪兵协同作战。第三魂技披坚执锐，自身与枪兵攻防翻倍。第四魂技蓝银霸王怒，以精神冲击削弱敌人3成攻击，清除自身所有负面状态。这套搭配我运用多年，越级对战魂王都不在话下。我打算让你的蓝银霸王枪复刻这套魂技。唐三听得满心向往，当即应声一切听从舅舅安排。二人寻到一株450年蓝银草，准备以此为唐三附加第一魂环，解锁蓝银鼎力，可吸收途中意外陡升。唐三骤然坠入一片漆黑空间，眼前一条缠绕18道封印的金色巨龙盘踞其中，他心生恐慌，不停呼喊银川，可整片空间只有他一人，无人回应。巨龙第1道封印缓缓松动，金色流光不断溢出，滚烫沉重的能量涌入唐三精神之海，撕裂般的剧痛席卷全身。外界银川看着浑身通红，神情狰狞的唐三心中惊疑，区450年蓝银草，即便略微超年限吸收，以唐三玄天功打底，又觉醒顶级器武魂，不该反应如此剧烈。他伸手触碰唐三额头，滚烫无比，唐三蜷缩在他怀中，皮肤甚至浮现细微裂纹，脚下魂环暗淡，性命危在旦夕。唐三撑住！银川不断呼唤。唐三忽然猛地喷出一口鲜血，硬生生从精神秘境挣脱出来，虚弱靠在银川怀里，里面有一条金龙，身上18道封印，第1道已经裂开，能量太过狂暴，我承受不住。唐三气息微弱的诉说。银川瞬间反应过来，那是金龙王血脉，难怪唐三体内没有昊天锤武魂，竟和唐武林一样身负金龙王本源。他看过《龙王传说》，清楚化解第1道封印所需材料：100年冰晶果、100年赤炎果，再加10滴100年龙类魂兽血液。前2位药材他储物魂导器中早有储备，只差龙血。坚持住！银川用绳索将唐三绑在后背，冲入森林搜寻龙类魂兽。唐三意识逐渐涣散，心底却生出执念，他不能死，不能辜负舅舅的付出，还未报答再造之恩。不多时，银川寻到一头100年猪牙龙，蓝银霸王枪一击将其击杀，快速收集龙血，取出冰晶果、赤炎果混合10滴龙血，捏开唐三下巴，尽数喂下。做完这一切，银川才得以思索金龙王血脉一事，心中疑惑：这条时间线的唐三怎么会身负金龙王本源？但药材齐全，应当能稳住封印。唐三体内冷热2股能量交替冲撞，他无意识盘坐运转玄天功抵御痛苦，脸色忽红忽白，昏迷中反复呢喃舅舅的称呼。银川静静守在一旁，暗自感慨：失去昊天锤换得金龙王血脉也算因祸得福，只是唐三要承受不少苦楚。自己为他打造霸王枪武魂，叠加金龙王本源，未来前途无可限量。而他自身坐拥雄霸领域，自然之子身份，同样收获颇丰。整整2天2夜，银川寸步不离守在唐三身侧。唐三终于缓缓苏醒：舅舅，我没事了，您看。唐三抬起右臂，手臂粗壮一圈，指尖弹出锋利如匕首的黄金龙爪，在日光下泛着金光，力量暴涨数倍。他脚下100年黄环亮起，第一魂技果然是蓝银鼎力，只是增幅效果不及银川的10万年魂环版本。你意志坚韧，扛过这场劫难，舅舅为你骄傲。银川抬手轻抚唐三头顶，一句认可让唐三激动的浑身发颤。这份家人的认同，是唐昊从来不曾给予他的温暖，全靠舅舅的灵药。方才我本是必死之局，是您将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，您与我有再造、授业、救命3重大恩，我无以为报。唐三热泪盈眶，跟舅舅不必这般客套，等休整完毕，我们继续赶路。顺利的话，你还能和你母亲说上几句话。银川收拾行李。
行囊，准备前往蓝银森林安置阿银，之后再动身前往诺丁学院，阻止唐三拜师玉小刚，换取雷劫天眼。唐三闻言满心期待，恨不得立刻动身。赶路途中，二人途经一座小镇，落脚休整。银川看着唐三身上洗得发白、满是补丁的旧衣，眉头紧锁。唐昊从未顾及他的衣食，从小到大，唐三穿的都是村里孩童淘汰的旧衣物，心中不由得生出几分自卑。走，我带你置办几身新衣。银川拉着唐三走进成衣店，拍出数枚银魂币，让店家按唐三尺寸挑选耐磨好看的劲装。店家见银川气度不凡，出手阔绰，连忙热情招待。唐三换上新衣，气质焕然一新，蓝发俊容搭配合身劲装，宛如世家翩翩公子，人靠衣装。如今一看，你和我果然有7分相像。银川看着镜中的唐三十分满意，店家顺势推销魂兽皮毛与蚕丝织就的衣料，兼具柔软与防护之力。银川当即应允，又取出方才猎杀的猪牙龙皮，支付1枚金魂币，让店家额外缝制一身龙皮战甲。唐三见舅舅花费重金，连忙劝阻，觉得自己不必穿戴如此贵重衣物。银川却语气坚定，从今往后你随我生活，一切听我安排。强硬的关怀让唐三再度红了眼眶。店家告知龙皮加工繁琐，需要等候3小时，二人便先行离开，去往镇上最豪华的酒楼用餐。银川直接吩咐店家呈上全部招牌菜品，又拿出猪牙龙的魂兽肉一并烹制。唐三本想开口劝说不必铺张，被银川一句你身形单薄，该好好补补拦下，心底只觉暖意翻涌。对比唐昊常年不闻不问，银川这般直白浓烈的好，让他倍感珍惜。等候上菜时，有女子上前搭讪银川，银川直言自己已有家室，指着身旁唐三称是自家孩子，婉拒对方。女子失落离去。唐三望着舅舅的侧脸，心底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心绪。唐三这么说省事些，你不会介意吧？银川温和看向唐三，微微一笑，不，我一点都不介意。唐三应答得格外急切。听闻银川称自己是他儿子，心底甚至藏着几分窃喜，能拥有这般英俊华贵的长辈，于他而言是莫大的荣耀。他暗自期盼往后能一直以父子相称同行，看看那些搭讪的姑娘落空落寞的模样。等候上菜的间隙，唐三真切见识到银川出众的吸引力。他如今样貌也算清秀，终究只是个半大少年。银川身形舒展，容貌惊艳夺目，举手投足自带从容气场，引得无数女子主动上前搭话。前后数十名姑娘围过来，全被银川用这是我儿子的说辞婉拒。终于等到餐食上桌，唐三夹起一块红烧肉送入口中，美味还未完全咽下，泪水先一步落了下来。连续6年只靠米汤果腹，他从未尝过这般可口的滋味，怎么哭了？饭菜不合胃口。银川见他泪流满面，出声询问，没有，舅舅，我只是觉得太幸福了。唐三抬手擦泪，可眼泪止不住一次次模糊视线。银川见状松了口气，原来是佳肴太过动人，一餐饭两人只动了一半，剩余菜品被银川用储物魂导器收好打包。舅舅，这个器物是什么？唐三满眼好奇。先前猎杀猪牙龙时，银川便是用这件东西收纳猎物。储物魂导器内部存有独立空间，注入魂力就能自由存取物件。银川顿了顿，取下手上3枚储物戒指，递出2枚。你尚且没有储物器具，这2枚各有10立方米空间，你收下。多谢舅舅，我只需要1枚就够了。唐三满心渴求，储物器具对擅长暗器的他至关重要。可见舅舅仅有3枚戒指，不愿多拿，让你拿着便收下。我还有1枚容量更大的储物腰带。银川拍了拍腰间镶嵌宝石的腰带，不容推辞地将戒指塞进他手中。唐三满心感激，接过戒指戴在手上，反复玛撒爱不释手。这2枚戒指不仅实用性极强，更是舅舅赠予自己的幸运，意义非凡。我们走吧，唐三。银川带着唐三取回先前订好的衣物，离开小镇赶路，一路风餐露宿1周。二人抵达蓝银森林，越是靠近林地，心底便越滋生出熟悉温暖的亲切感。这里便是归宿吗？在此运转玄天宫，修炼效率都高出不少。唐三沉醉感知周遭气息，对比圣魂村清贫艰苦的日子，此处宛若天地之别，让他生出猛虎归山、蛟龙入海的畅快。唐三，我们到地方了。银川熟门熟路走到一株长着人脸纹路的蓝色巨树跟前。霸王，您回来了。巨树开口出声。唐三骤然一惊，随即反应过来，这应当是同族蓝银草，备好一事，助我姐姐意识复苏。银川点头吩咐，霸王，您带回帝后与太子了。蓝银王语气极尽恭敬，相较于阿银，银川在整片蓝银草族群中的威望更盛。未曾化形之时，他天赋偏向战斗，是蓝银森林的守护者。9万年修为时便能与魂斗罗阶段的唐昊交手不分胜负。蓝银霸王枪被他运用至极致，转世为人后，他觉醒蓝银霸王枪武魂，10万年魂兽本源尽数融入武魂，自带魂技皆是顶尖。霸王知道潜力无穷，又凭借生灵之精的中心与造神计划的能力，得到古月娜赏识，隐隐坐拥星斗大森林主事般的声势。蓝银王对他发自内心的崇敬。仪式开始，银川将阿银轻轻放在地面，重回故土的阿银心绪舒展，枝叶轻轻晃动，落地生根后飞速生长。太子，请您往后退一段距离。从前阿银陨落，唐三顺理成章承袭族群王之位，如今银川在此，蓝银王便改称唐三为太子。好的前辈。唐三连忙后退，满心紧张期待。整片森林骤然迸发出漫天蓝光，以蓝银王为首的万千蓝银草汇聚成无垠蓝海，层层涟漪扩散，源源不断的能量朝着阿银汇聚。阿银如同吸纳百川的泉眼，疯狂吞噬整片林地的蓝银本源，身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拔高舒展，短短几分钟便长成3米多高、枝繁叶茂的巨型植株。母亲，浓烈的思念翻涌心头，唐三失声呼喊，嗓音带着压抑不住的哽咽。这是孕育自己的亲生母亲。一道微弱淡薄的精神意念缓缓搭上唐三的精神识海，仅仅一丝连结，便让他欣喜若狂。母亲，您能感知到我，您还活着。孩子，这些年委屈你了。阿银的意念断断续续，此刻他修为仅等同于1000年蓝银草，精神沟通格外费力。儿子一点都不苦，受苦的从来都是您。唐三眼眶通红，双膝跪地爬到阿银树下放声痛哭。阿银静静伫立，柔软枝叶轻轻环绕安抚他，那枝叶便是独属于母亲的怀抱。唐
唐三宣泄完所有情绪，在枝叶包裹下沉沉睡去。小川，多谢你。阿银的意念转向银川，语气万般复杂。姐，你安心沉睡休养，唐三有我照看，不必忧心。银川拍着胸脯应下，身为舅舅，他定会担起责任。他还好吗？阿银轻声问道。别提那个毫无担当的混账。银川知晓他问的是唐昊，心底怒火翻涌。唐昊常年四处躲藏，当初二人交手后，他还将唐昊视作知己，对方却全然无视自己再三叮嘱。当年他仅有9万年修为无法化形，等突破10万年得以人身现世，一切早已无法挽回。阿银一声长叹，沉默不语。他对唐昊难免心生失望，却全然信任银川。小川，你心思通透有主见，唐三托付给你，我彻底放心。我魂力消耗过重，要陷入长久沉眠了。话音落下，阿银的意识缓缓沉寂。银川暗自盘算后续安排，将阿银迁移至生命之湖，或是让唐昊守在此处看护。迁去生命之湖能加速阿银恢复，还能借着家眷的由头获取古月娜更多信任。可弊端同样明显，阿银会沦为牵制自己的人质，身怀系统，何必长久受制于银龙王？银川推翻原有打算，他本无意前往大凶之地拜见古月娜。魂兽之路前景狭隘，古月娜的谋划本就偏激，是修为52万年的万妖王主动寻他，二人定下约定后，万妖王从中引荐，他才逐步获得银龙王赏识。从前银龙王是极佳助力，可如今绑定好舅舅系统，唐三体内还藏着金龙王本源，他必须为姐弟二人周全考量，最终拿定主意，废物利用，让唐昊守在这里看护阿银。纵使他极度厌烦唐昊，对方也是眼下最合适的人选。母亲，唐三从睡梦中惊醒，脸上还挂着未干泪痕，急切呼唤阿银，却没有半点回应。得而复失的恐慌瞬间绝住心神，满心慌乱。难道方才短暂重逢，就要再次与母亲分离？舅舅，唐三茫然看向银川，不必慌张，你母亲只是魂力耗尽，陷入沉眠，她留在此地十分安全，我们该动身离开了。等下次归来，她的状态会好转许多，到时候再好好叙话。银川早已收拾妥当，无意在蓝银森林久留。唐三长长吐出一口气，平复心绪，眼神变得坚定果决。他跪在阿银身前，重重磕下3个响头。母亲，好男儿志在四方，我随舅舅外出历练，待功成名就之日，再回来与您相伴尽孝。他心中虽不舍，却清楚自身与母亲、舅舅处境特殊，唯有不断变强，才能安稳立足世间。银川安静等候，待唐三与阿银道别完毕，二人再度踏上路途。一行人辗转抵达圣魂村。你是唐三？老杰克见到如今模样的唐三，震惊的险些站不稳。眼前锦衣玉帽的少年，真的是那个铁匠家的孩子？杰克爷爷，确实是我。先前我的武魂未曾完全觉醒，舅舅帮我彻底引动武魂，样貌才发生改变。唐三心底暗自得意，此番归来也算衣锦还乡。从前他只是不起眼的铁匠之子，如今已是蓝银王族太子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就说你先天满魂力绝非寻常，怎会是废武魂？定是素云涛看走了眼。走，爷爷带你去找他理论。老杰克一番思索，认可了这套说辞。武魂改变容貌本就合乎情理，只是他心中生出隔阂。从前唐三需要自己照拂，如今对方身后站着气度不凡的舅舅，早已是自己高攀不上的人物。他暗自疑惑，以唐昊那副潦倒模样，怎会娶到阿银这般出众的妻子？不必前去和武魂殿执事解释，此事还请代为保密。银川上前一步，听闻老先生多年来悉心照料唐三，身为他的舅舅，我心中十分感激，一点薄礼还请收下。他递过去1袋银魂币，数额适中，若是赠与金魂币，反倒会给老杰克招来祸事，实在太客气了。老杰克心中了然，这是封口酬劳，感慨魂师行事思虑周全，只要唐三能脱离唐昊身边，他便满心宽慰。村子里还有工读生的入学名额吗？银川低声询问。名额尚有，您是打算让唐三以工读生身份入学？老杰克满心疑惑，看银川身家丰厚，完全不必让唐三吃苦做工读生，甚至暗自揣测对方是不是苛待唐三的刻薄长辈。没错，我不希望唐三的生活骤然发生巨大变故。银川淡淡一笑，诺丁学院内还有10万年柔骨库，此行不能错过。老杰克看向唐三，见他神色安稳，全无受委屈的模样，便应下此事。再艰难也好过从前唐昊对他的冷落搓磨。银川、唐三与老杰克3人一同前往诺丁学院，门房接过武魂证明，出声惊呼：先天满魂力，武魂却是蓝银草。可二人衣着华贵，气场不凡，门房不敢刁难，立刻放行。台阶之上，玉小刚拦住去路，目光落在唐三身上，开口：我曾统计647名蓝银草武魂持有者，拥有魂力者仅有16人，概率不足30%。依据我的武魂10大核心竞争力理论，你体内必然藏着第2枚强大武魂。年近50却未曾突破30级的玉小刚，向来以理论天才自居，所言自带权威。他身姿挺拔，立在阳光下，影子被拉长，自顾自摆出高深莫测的姿态。唐三一时竟被这番话唬住，可他分明只有蓝银草武魂，心底满是困惑。麻烦让一让，我们要进去。银川嘴角抽动，暗自腹诽这套老旧说辞。如今唐三仅有单一蓝银草武魂，体内仅存金龙王血脉，玉小刚这番推断注定落空。玉小刚轻咳2声，余光打量二人，见他们毫无崇敬，全然无动于衷，心中满是不解。按照预想，先天满魂力的少年本该被自己的理论折服，主动拜师求教，莫非是方才的话语对方没有听清？劳烦让开道路，您若是嗓子不适，可以多饮热水。唐三语气客气，却带着疏离。等等，小朋友，我是学院的授课老师，把你的武魂证明给我看一看。玉小刚摆出师长架子，伸手索要文书。唐三听闻对方是学院老师，便将证明递了过去。玉小刚翻看文书，眉头紧紧拧起。先天满魂力搭配蓝银草武魂，完全违背自己的理论。他坚信一定有第2武魂支撑这份先天魂力。孩子，如实和老师说，你是不是藏了另一枚武魂？玉小刚循循诱导。没有。唐三十分确定自己的龙爪形态并非武魂，且他从未听闻有人能拥有双武魂。小孩子说谎可不是好习惯。玉小刚面露不悦，心底暗忖这孩童顽劣，待收做弟子，定要好好打磨心性。银川不动声色将唐三护至身后，周身气场骤然铺开，沉沉压向玉小刚。玉小刚被迫后退2
2步，面上涌上羞恼，厉声反驳：绝无可能！我的10大武魂核心竞争力理论绝不会出错。蓝银草武魂不可能诞生先天满魂力，他身上一定存在第2武魂。这位家长不该纵容孩子说谎。唐三见此人当众训斥舅舅，怒火瞬间燃起，暗藏的无声袖剑已然拉满弓弦，蓄势待发，随时准备出手偷袭玉小刚。唐三不忍舅舅受辱，准备掏出无声袖套射死玉小刚。就在此时，啪！银川下手更快，一巴掌直接把玉小刚扇得眼冒金星，整个人在空中转了几圈，嘴巴放干净一点。这一巴掌是教训你满嘴喷粪。银川神色冰冷，从魂导器中拿出手帕擦拭手掌。你居然打人！玉小刚捂着脸，语气惊怒，完全没反应过来，不仅眼睛没反应过来，脑子也没反应过来。银川这一巴掌顿时让他整张左脸高高肿起。这位老师，龙和蛇是不会居住在一起的，双生武魂必须2个武魂品质接近。如果真像你说的一样，我外甥还有一个强大的武魂，那么弱小的蓝银草为什么不被那个强大的武魂吞噬？卖弄学识之前，先丰富一下自己的学识吧。银川语气又冷了几分。玉小刚顿时如遭锤击，脸色煞白，失去了浑身力气。对啊，武魂怎么可能一强一弱同时存在？弱小的一方必定被吞噬。难道唐三的另一个武魂也是废武魂？可就算2个废武魂叠加，也不可能先天满魂力了。想不通，实在想不通。舅舅好帅！唐三收起了无声袖剑，满眼崇拜。虽然玉小刚和银川的争论他并不是很懂，但他也能听出来银川的话更有道理，在争辩中更占上风。玉小刚被说得哑口无言。唐三，我们走。银川冷哼一声，带着唐三越过玉小刚。等等，刚刚是我判断错误，我在这里向2位赔个不是。玉小刚咬了咬牙，追上银川和唐三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先天满魂力的天才，他绝不能错过。这位老师，我接受你的道歉。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银川不耐烦的摆摆手。这位家长，您的孩子情况很特殊，恐怕是变异武魂，只有理论第一，人称大师的我才能教导好您的孩子。玉小刚郑重说道。唐三忍不住冷笑出声，一个菜鸡武魂也敢说自己是天下第一，肯定不是什么正经人。听到唐三的笑声，玉小刚眉头一皱，心中不喜，这小家伙看来等拜师之后要好好打磨才是。大师，你觉得我教不好自己的外甥吗？银川右脚一跺，黄黄紫紫4枚魂环出现在他脚下，爆发出一股远超寻常魂宗的气势，几乎将玉小刚压得抬不起头。其实黄黄紫紫只是帝天帮助遮掩后的颜色，真正颜色是紫紫紫黑。四环魂宗怎么可能？你明明这么年轻。玉小刚瞳孔猛缩，声音颤抖，2腿发软。银川看起来连18岁都不到，却已经是魂宗了。蓝银霸王枪出现在银川手上，大枪直指玉小刚，恐怖的锋芒瞬间让玉小刚大脑一片空白。扑通，玉小刚双腿一软，一屁股跌坐在地。没有，只是您是气武魂，这位同学是植物系武魂，您可能会有点。玉小刚不死心的争取，唐三，给这位老师看看你的武魂，让他死心。银川斜睨了玉小刚一眼，是。唐三大声应答，召唤出和银川一模一样的蓝银霸王枪，笑嘻嘻来到玉小刚面前。大师，恐怕您看走眼了，我的武魂和舅舅一样，同样的武魂，难道您觉得您比我舅舅更适合教导我？唐三声音温和，但却夹枪带棒，怎么可能？你的武魂不是蓝银草吗？玉小刚双目赤红，声音尖利，气喘如牛。蓝电霸王龙都能变异成放屁猪，蓝银草为什么不能变异成长枪？银川饶有兴趣的说道。噗，一口老血直接从玉小刚口中喷出，当场昏死过去。舅舅，要不要？唐三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。这里是学校，别乱来，不用管他，我们走。银川大长腿从玉小刚头顶跨过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砰砰！唐三看了看四周，发现没人，快速蹲下身给了玉小刚2巴掌后，赶紧追上银川。主线任务：阻止唐三拜师玉小刚，已完成，获得奖励。第2武魂雷劫天眼。雷劫天眼本体武魂，蕴含一丝雷劫之力，睁开第3只眼，可以爆发强横莫测的天雷攻击。银川脚步微停，舅舅怎么了？唐三险些撞到银川大腿。没什么。银川面色如常，继续行动，只是眉心出现了一道淡淡的云纹。第2武魂雷劫天眼，精神雷电双属性，9个全新的魂环位置。银川突然觉得天梦冰蚕很有搞头。主线任务已更新，帮助唐三获取第2魂环，奖励自创魂技蓝银13枪霸王卸甲。蓝银13枪第3式防御技能，能瞬间爆发强烈的反震之力，击退敌人。刀剑剑士无法近身。自创魂技，银川眼睛一亮，这个奖励很香。他现在的魂技都是增幅和功能魂技，很缺自创魂技作为战斗手段。不过距离唐三2环还要一段时间。唐三，你去收拾床铺吧，我也有点事情要忙。银川将唐三送到七舍门口。好的，舅舅，您去忙吧。唐三嘴角上扬，不动声色地扫了眼工读生们羡慕的目光，骄傲地把脑袋抬得更高。好帅啊，同学，那是你的家长吗？唐三送走舅舅后，站着不动，等着工读生们靠拢过来。没错，我舅舅。唐三头抬得很高。那个人呢？也是你家长吗？王胜指了指后面邋里邋遢的唐昊。不相干。唐三脸上出现一抹尴尬之色。跟唐三分开之后，银川去了校长办公室，亮出魂环，得到了一个老师的身份，担任唐三的班主任。他喜滋滋地布置好教室宿舍，结果出门就看到了晦气玩意儿。唐昊，你来干什么？银川眉头一皱，脸直接拉了下来。这里有一只10万年魂兽。唐昊语气弱弱，低着头，不敢看银川。刚刚他远远看了唐三，改头换面，焕然一新，有阿银几分风采，跟他带娃的时候天差地别。唐三很好，好的他连靠近都不敢了。你说小五啊，我认识，倒是你。既然来了，我正好有事情要交代。我已经在蓝银森林把我姐复活，她现在的修为只有1000年。唐三这里有我，你回去守好我姐，知道吗？银川嫌恶地看着邋遢的唐昊，什么？阿银复活了？唐昊虎躯一震，泪水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。啪！银川一巴掌把感动的唐昊扇翻在地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你早点把我姐送回来，早就复活了。给我姐扔到山洞里，给唐三养的营养不良。我姐这辈子最大的磨难就是你。银川还不解气，又踹了唐昊几脚。唐昊抱着脑袋嘿嘿傻笑，也不反抗。阿银复活了，他的爱人复活了，小
小舅子打他是应该的。行了行了，你给我注意点形象，别在外面给我姐给唐三丢人，赶紧去看着我姐，要是再看不好，我和唐三扒了你的皮。银川翻了个白眼，是。唐昊点头哈腰，忙不迭去蓝银森林了。唐昊滚了之后，眼前总算清静了许多。银川收拾了一下东西，前往学校资料室，准备获取一些老师须知的基本信息。以他的实力，获得教师身份非常容易，但银川是个负责的人，就算暂时做老师，他也要做好。是你在资料室转角碰到熟人，玉小刚神色惊恐，语气中满是惧意。对于银川，玉小刚在背后恨得咬牙切齿，当面就害怕的加尾了。怎么了？银川眼中的漠然俯视狠狠刺痛了玉小刚脆弱的自尊心。你为什么会在这？玉小刚质问道，声音很大，瞬间吸引了数名老师的注意。想法很简单，拉着别人一起向银川施压。我也是这个学院的老师，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？银川嘴角勾起一抹笑容，直接开启魂力威压，一股土褐色的光圈在他脚下散发开来，笼罩范围极小，只将他和玉小刚包罗在内。雄霸领域，沉重如泥沼的威压顿时让玉小刚瞪大眼睛，被死死按在了地上。砰！玉小刚的脸和地板亲密接触，连张嘴说话都无法做到。那里怎么了？是大师，大师何等威风啊！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，在亲切感受资料室地板上的知识气息呢。我们可别打扰。几名老师非但没有施以援手，反而幸灾乐祸的看热闹。以后看到我，绕着走。银川抬脚从玉小刚的头上跨过去，真是便宜玉小刚了。有一名女老师花痴的看着银川的大长腿，恨不得和玉小刚互换位置。银川只在书架上挑了几个关于学校规则的手册。教学楼前人山人海，高年级的男生女生来了一大半，将1年级教室门口围得水泄不通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小五懵懵的看着人潮。小五姐，你不知道，我们这一届来了个新老师，据说长得特别帅，高年级的学生都来看男神老师了。王胜在旁边解释，不断踮着脚试图去看人群中心。男神？唐三陡然警惕起来，他舅舅就是男神，那个男神老师不会是他舅舅吧？唐三心中升起一个猜测，但随即失笑摇头，应该不会。走吧，小五，既然这会儿人多，我们等会儿再过来。唐三看着拥挤的人群，有些无奈，要走你自己走，我要看男神老师有多帅。小五已经走不动道了，见色忘友。唐三吐槽了一句，正准备离开，王胜的吆喝声突然响起。我靠，唐三，男神老师好像是你舅舅。唐三脚步顿时僵住。真的吗？他以最快速度冲到王胜面前。真的，你舅舅跟你长得像极了，都是蓝色头发，我见过你舅舅，怎么可能认不出来？王胜非常肯定，舅舅。唐三踉跄着后退了一步，惊喜万分。你舅舅？小五神色狐疑，看了眼唐三，为啥他会感觉有点眼熟呢？让一下，都让一下。唐三想往人群中挤，却发现根本挤不进去，怎么办？唐三几人面面相觑，安静，都围在这里干嘛呢？诺丁学院确实有人来管了。性感小平头玉小刚踏着龙虎步，神色淡然，但凡接近他的学生都是面色一变，开始疯狂撤了。大师来了！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，人潮瞬间一哄而散。嗨嗨，玉小刚轻咳一声，脸上有得意之色。他万万没想到，银川只有12岁，12岁的魂宗，如果能将其收为弟子，他的满腔抱负绝对就能够施展了。至于之前的不愉快，心胸宽阔的玉小刚可以看在银川天赋过人的份上，既往不咎。过刚一折，以后还需好好打磨他。玉小刚脚步发飘，唐三是天才，可银川更天才啊！而且银川才12岁，他把这对旧生一起打包不香吗？至于银川会不会同意，他完全不担心。之前他以大师的身份相处换来的却是疏离和奚落，现在他不装了，他摊牌了。他是蓝电霸王龙宗老宗主玉元镇的儿子玉小刚，上三宗的名号一出，银川再强，照样得那头变白。唐三看着玉小刚那畏缩的表情，忽然感觉一阵恶寒。舅舅！唐三快步越过玉小刚，来到教室，果然看到银川已经站在了讲台上，顿时一喜。舅舅的教师职业装好帅，白色风衣，本就惹眼的顶级模特身材更加凸显，气质也多了分志向，再搭配那张不讲道理的脸，怪不得大家都叫男神老师啊。唐三，上课的时候称职务，我现在是你的老师。银川不悦道，好的老师。唐三顿时立正，是你。跟在唐三身后的小五瞪大眼睛，不可置信地指着银川，怎么是这个家伙？冷冰冰的蓝银霸王，他不应该在星斗大森林吗？难道是追过来抓他的？上课的时候称职务，叫我老师。银川一本正经再次强调，老师。小五翻了个白眼，颇为无语。小五，你认识我舅舅？唐三目光惊疑不定，算是吧，你舅舅长得那么浪荡，别人看一眼怕是要魂牵梦绕好久，想忘记都难。小五语气敷衍，半开玩笑的解释，小五，请你纠正用词，我舅舅不是浪荡，而是英俊。唐三上纲上线，好，英俊行了吧？你这家伙一点玩笑都开不起。小五不以为意。唐三正准备严厉教育小五尊重老师，玉小刚追了过来，银川，我已经知道你的真实年龄了，下课之后谈谈吧。玉小刚脸上满是蜘蛛在握的神情，蓝银霸王枪，什么武魂，没听说过，看来这对旧生是平民百姓，那玉小刚就完全放心下手了。唐三冷哼一声，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在威胁舅舅，当真有取死之道。大师，我在上课。银川眉头微皱，忧郁的样子也摔得众人一愣又一愣。行，放学之后，学校后院小树林，你会来的吧？玉小刚压低声音，银川锐利的眼神终于看向玉小刚，领域威压若隐若现。哗啦，玉小刚的额头瞬间被冷汗打湿，两腿战战，完全站不稳。该死，万一这个泥腿子发疯咬他怎么办？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，先走，我等你。玉小刚放完狠话，灰溜溜的逃走。银川根本没有要搭理玉小刚的心思，但唐三却听得清清楚楚。学校后院小树林是吧？唐三眼眸中的光芒阴鸷了起来，敢威胁他舅舅，当真有取死之道。穿越斗罗，我成为了唐三的舅舅，一株10万年的蓝银王，可蓝银皇传承在阿银一脉，无法晋级蓝银皇的我转世为人，凝聚蓝银霸王枪武魂，并绑定好舅舅系统，和唐昊争夺唐三抚养权。接上集，玉小刚约银川去后山决斗。银川身为班主任，课时不多，要腾出大量时间修炼。玉小刚之前的邀约早被他抛在脑后，压根没打算赴约，他压根没把玉小刚放在眼里。诺丁学院后院小树林，舅舅没来，那就由我动手。
唐三阴笑一声，把提前挖好的陷阱仔细伪装妥当。他特地挑了课间空档行事，打定主意替舅舅出气，确认现场不留痕迹后，翻身跃上大树，隐匿身形。片刻后，玉小刚的身影走入视野，他手里攥着一面镜子，反复调整站姿，嘴里低声演练说辞，琢磨该用什么姿态震慑银川。银川，我乃蓝电霸王龙宗前少宗主，不得放肆。话音落下，他又摇头否决，觉得气场太过尖锐，容易激化矛盾。我出身蓝电霸王龙宗，是你惹不起的人。这话又显得极易引发冲突。银川，前尘往事一笔勾销，力度太过软弱，达不到目的。玉小刚反复斟酌，纠结不已。树上的唐三看得满头黑线，暗自嗤笑，这人竟还要提前排练对话，属实可笑。不过转念一想，舅舅气质样貌出众，玉小刚心生自卑紧张也实属正常。既然你这般局促，我便帮你放松一番。唐三暗自盘算，静静等候对方走入陷阱范围。玉小刚一步步踏入深坑上方，脚下一空，整个人直直坠落。凄厉的惨叫骤然响起。唐三早在坑底放置了布满尖刺的钢铁击刺装置，虽不伤性命，却足以让玉小刚吃尽苦头。大师，人人都说你的武魂是放屁猪，今日我便替你疏通一番，保管你以后再发不出响屁。唐三搓了搓手，见对方中招，立刻悄然撤离。七舍门口，银川拦住了神色慌张的唐三：“你方才去哪了？”“没去哪，只是处理了一点私事。”唐三做贼心虚，挠头回话：“他明明算好了时间，自认不会有人发现陷阱是自己挖的。跟我来。”银川不多追问，拉着唐三走向自己的教室宿舍。屋内摆放一口小缸，盛满滚烫的红色金胶，趁热吃掉。唐三没有半句迟疑，抱起滚烫的缸，大口吞咽胶状物。金胶入口滚烫，腥味浓重，几乎让他反胃。可他全然信任银川，硬扛着不是一口不落，尽数咽下，忍着点。这是千年金胶，寻常人只用来固本，我有专属炼体用法，高温软化后趁热服用，能大幅淬炼体魄，放凉药效会大打折扣。银川看着唐三干脆利落的模样，十分满意。金胶下肚，一股燥热自体内蔓延开来，暖意夹杂灼热席卷全身。盘坐冥想，炼化药力。唐三立刻盘膝坐好，银川抬手按在他后背，一股浑厚精纯魂力涌入他经脉，引导魂力流转，加速吸收药力，灼热感愈发强烈，是金胶自带的气血副作用。6岁孩童亦会受其影响。支线任务：协助唐三炼化千年金胶，提升本命魂环承受上限500年。任务完成。奖励：唐三第一魂环年限额外提升1000年。奖励2：魂环伪装术，可自由改变魂环年限与气息。银川听见系统结算提示，这套好舅舅系统会不定时刷新支线，千年金胶本就可拓宽唐三魂环承载上限。他的第一魂环是转化蓝银霸王枪的本命魂环，能够随自身实力同步进阶，药力完全炼化。紫色千年魂环浮现在唐三脚下，他又惊又喜。斗罗常识早已熟记于心，清楚魂环颜色对应的年限，万万没想到金胶竟能改变魂环品级，满心感激尽数归于银川。银川自身收获同样丰厚，原本1000年的第一魂环叠加奖励后达到2000年，魂技蓝银鼎力增幅上调，全属性增幅150%，力量增幅500%。他曾是9万年蓝银王，巅峰时期蓝银鼎力便有50%力量加成，如今借助系统重回巅峰水准，突破极限指日可待。他本是变异蓝银王，自带趋近极致之力的力量属性，不受蓝银皇血脉压制，手握多重本命与自创魂技，再加系统赠予的雄霸领域，战力直接翻升10倍，称一句蓝银霸王毫不为过。小三，感觉如何？银川取来一桶凉水，递到唐三面前。舅舅，我浑身发烫。唐三纵身跃入水桶，皮肤通红滚烫，入水瞬间蒸腾起大片水汽，发热是筋骨重塑的正常反应。银川说着往桶中投入冰块，缓解他身上的灼痛感。敲门声骤然响起，谁？银川皱眉开门，门外站着诺丁学院院长，一旁玉小刚一瘸一拐，看见银川当即怒火中烧，刚要开口就被院长拦下。银川，你今日去过后院小树林吗？院长开门见山，不曾，今日除授课外，全程在宿舍为外甥熬制炼体药材。银川语气冷淡，那唐三呢？他方才请假外出，你可知晓？玉小刚沉声质问，早已怀疑是唐三暗算自己，他请假是受我吩咐，回来看管熬煮的药材，药汤需要持续控火，脱不开身。二位若有疑虑，可进屋查验。银川当即护住唐三，唐三心中紧绷，他忘了请假一事众人皆知，生怕连累舅舅。可听见银川的辩解，心底悬着的大石瞬间落地，安稳踏实。玉小刚走进院内，确实看见长时间熬煮药材的痕迹，心中惊疑不定，实在想不出除这对旧生外，还有谁会与自己结怨，却没有半点证据发难，慢走不送。银川语气疏离，玉小刚只能强忍怒气，捂着伤痛狼狈离去。房门关上，银川转头看向唐三，目光带着审视。舅舅，不必多说，我清楚你是想替我出气，下次行事谨慎些。银川面色严肃，语气却满是包容，暗自觉得唐三此举大快人心。银川拎起水桶外出更换凉水，桶内温水早已被唐三的高温烘得温热。唐三望着他的背影，鼻尖发酸。觉醒武魂，重塑躯体，赠予千年金胶炼体，前世今生从未有人这般待他，心底生出从未有过的归属感。舅舅便是他唯一的避风港。体内燥热再度翻涌，唐三想起金胶的特殊药性，瞬间脸颊通红。银川，你在做什么？小五撞见打水的银川，好奇上前搭话，二人早有交情。小五化形也受银川不少影响，立刻回宿舍。银川摆出教师的身份呵斥，装什么正经老师？小五翻了个白眼，只能乖乖听话。同为10万年魂兽，自己反倒成了对方学生，难免心生郁闷，顺带去购置一床新被褥。我外甥年仅6岁，别总蹭他床铺，未免不成体统。银川指尖弹出一枚金魂币，落在小五脸颊留下淡红印子。小五正要动怒，看清是金魂币，立刻转怒为喜，对着银川背影偷偷做鬼脸。蹭被子被抓包终究有些难为情，打发走小五。银川换好凉水守在一旁。唐三修炼玄天功，炼化药力速度极快，没过多久便完全吸收金胶药效。舅舅，我的魂环变成了紫色，大陆上从未听闻有人第一魂环是1000年，这该如何遮掩？唐三满心顾虑，此时我正要同你细说。
说，你身具一半魂兽血脉，天生异于常人，这枚本命魂环可随修为增长持续进阶，但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我刚好有魂环伪装术教你。银川撤去地天逆鳞的气息遮蔽，自身4枚魂环展露原本紫紫紫黑的万年品级，引得唐三失声惊呼。转瞬，银川再催动伪装术，魂环变回寻常黄黄紫紫。凝神，以精神力感知运转法门。银川按住唐三，直接传授伪装术诀窍。唐三悟性极高，片刻便熟练掌握。脚下紫色千年魂环重新化作百年黄色，银川彻底放下心来。时光流转，2年半转瞬而过。好舅舅系统，银川面板，姓名银川，种族10万年蓝银王化形，自然之子，年龄14岁半，武魂蓝银霸王枪，雷劫天眼，修为58级，魂技蓝银鼎力，草木皆兵，披坚执锐，蓝银霸王怒，蓝银现阵杀，领域雄霸领域，阵营魂兽古月娜直系下属，持有物品地天的逆鳞遮蔽魂兽气息。主线任务协助唐三获取第2魂环已完成，任务奖励蓝银13枪，霸王卸甲。全新主线任务开启，协助唐三冲破金龙王第2道封印，奖励极致之力属性。舅舅，我突破20级，第2魂技同样是草木皆兵，最多只能召唤8名魂力低于我7级的枪兵。唐三站起身，2枚紫色千年魂环浮现脚下，转瞬伪装成黄色百年魂环。银川带他猎杀吸收一株1500年蓝银草，解锁第2魂技。唐三的魂技效果虽与银川同源，强度却差距悬殊，无妨，后续可以继续提升魂环年限。前4环统一沿用我的魂技，第5魂环后再调整规划。今日我传授你枪法霸王卸甲。银川拍了拍唐三肩头，2年半下来，2人身形都拔高成熟不少。唐三听闻新枪法，眼中满是期待。枯燥打熬根基的日子总算到头。银川心中盘算主线奖励极致之力十分诱人，解锁金龙王第2道封印需要千年龙鳞果、千年青金藤、千年地龙晶、千年海龙髓。斗罗大陆前期不难寻得。解封后，唐三会解锁气血魂环与黄金龙体。他萌生辞职的念头，留在诺丁学院只是为照料唐三，如今需要四处搜集天才地宝，不便继续留校。诺丁学院后山，银川一袭白衣，蓝发随风飘动，单脚金鸡独立立于3米多长蓝银霸王枪的枪尖，魂力加重自身重量。唐三双手紧握枪尾扎稳马步，2人维持这个姿势整整半小时，枪身分毫未抖。金龙王血脉搭配金蛟炼体，赋予唐三远超同龄人的怪力，再加上自身极强的毅力，2年半苦修成效显著，力量根基很不错。银川纵身落地，毫不吝啬夸赞，全靠舅舅悉心教导。唐三擦去满头汗水，纵使浑身酸痛，得到认可依旧满心欢喜。训练结束，去食堂用餐。银川带唐三前往食堂2楼，点了上百份精致餐食，校内师生早已习以为常。优雅的银川老师搭配食量惊人的外甥，成了食堂常态。训练过后，唐三饥肠辘辘，等银川动筷便埋头大吃，上百份饭菜大半尽数入腹。修炼金龙王体魄的少年消耗极大，平日不训练时食量会缩减不少。唐三望着满桌空盘，面露窘迫，生怕自己太过能吃拖累银川。放开吃，我还养不起你不成？银川无奈瞪了他一眼。饲养金龙王的开销着实不小，全靠系统支线任务的奖励补贴。唐三心中一暖，放开胃口继续进食，一身蛮力堪比幼年暗金恐爪熊，搭配蓝银霸王枪已有不俗战力。银川，干脆连我一起养吧，我吃的很少，1份饭菜就够。小五凑上前想蹭饭，不行，银川直接回绝，开销需尽数留给唐三，分不出半点给小五，你未免太过偏心。小五气鼓鼓蹙眉，小五别胡闹，舅舅只属于我。唐三放下碗筷，下意识护着桌上食物。小五看着亲密无间的就生2人，旁人根本无法插足，赌气跺脚离开。先吃饭，饭后我教你霸王卸甲。银川收回目光，慢条斯理用餐，优雅吃相与狼吞虎咽的唐三对比鲜明。唐三加快进食速度，桌上上百条鱼全部鱼头朝向银川摆放整齐。饭后重回后山，银川手持蓝银霸王枪讲解招式。霸王卸甲是蓝银13枪第3式，专属防御枪法，依靠爆发产生反震力，可抵挡远程暗器与近身兵刃。你擅长各类暗器，不妨朝我出手一试。暗器皆是伤人杀招，怎敢对准舅舅？唐三满心顾虑，让你动手便无需多虑。银川语气强势，唐三只能取出威力最弱的无声袖剑，再三提醒银川小心。袖剑无声射出，霸王卸甲。银川枪身快速旋转，身前形成密不透风的气劲圆盘，反震气浪席卷周身，袭来的袖剑瞬间碎裂。唐三看得震惊，这招枪术完美克制暗器，再来数支，不必留手。银川抬手示意，数道袖剑接连射出，银川控住力道，所有剑矢尽数反弹定在唐三脚边。熟练掌握后，可精准反弹所有远程攻击，以彼之道还施其身。银川对招式效果十分满意，待修为精进，这一式便是顶尖防身神技，愈发期待整套蓝银13枪。舅舅，我一定要学好这套枪法。唐三激动不已，银川上前手把手指导。一下午练习过后，唐三总算能勉强施展出霸王卸甲。唐三心中五味杂陈，吃住修炼接受银川照料，恩情厚重难以报答。他掌握唐门全套功法，却受制于宗门规矩，不能尽数赠与银川，心中左右为难。小三，我打算辞职离开诺丁学院一段时间。银川难得露出柔和神色，除解封金龙王第2道封印的天才地宝，后续3、4道封印所需药材也要提前筹备，自身亦有私事待处理。唐三如遭雷击，脸色瞬间惨白，险些站立不稳，从未想过与舅舅分离，长久的依赖早已刻入心底。没有银川，他不知该如何自处。舅舅，我同你一起走。唐三急忙开口，你留在此地，半年之内我必定归来，安心修炼，按时吃饭，重逢时让我看见你的进步。银川抬手揉了揉唐三的头顶，唐三眼眶泛红，满心不舍。短短半日都觉得煎熬，半年分离更是度日如年。男子汉切莫哭哭啼啼。银川取出一枚储物魂导戒指递给唐三，里面存放足够你半年的开销，切勿亏待自己。他推算2年内唐三便能突破30级，第3魂环主线任务会同步刷新，自己定会提前返程。
唐三紧攥储物戒指，泪水模糊视线。从前跟随唐昊时常忍饥挨饿，自跟着银川从未缺衣少食，两相比较，愈发珍惜眼前这份温情。半年后您还会回学院当老师吗？唐三哽咽询问。诺丁学院只是临时落脚之处，回来也不会继续任教，我已和校方办好手续，明日便动身。银川无奈安抚哭红双眼的唐三，唐三擦干泪水，强装坚强，承诺安心等候舅舅归来。当夜唐三彻夜难眠，满心离愁，辗转反侧。次日走进教室，讲台上早已换了人选，新班主任竟是玉小刚，心中难过更添一层。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新任班主任玉小刚，世人称我大师，理论学识大陆顶尖，往后由我负责教导大家。玉小刚站在讲台，神色得意，心中暗自窃喜。银川一走，唐三孤身一人，自己终于能寻机会拉拢唐三。